谁啊？在那里吵什么呀？文熙缓缓地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露着大窟窿的茅草屋顶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自己晕倒是被人救了吗？希儿，我的希儿，你终于醒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人谁啊？希儿啊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是娘不好，不该让你一个人上山去挖野菜。娘，挖野菜？文熙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小小的瘦瘦的，再看看自己穿着的衣服，大补丁上盖着小补丁，难不成自己穿越了？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，脑海中传来了并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原主也叫文熙，是东陈国一个边陲小村的农家女，虽然家境贫寒，却亲人和睦。这次是因为祖父母双双病倒，为了给他们看病，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他为了采点野菜帮家里解决一顿吃食，没想到竟从山坡上滚下来。希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别吓娘！莫不是摔傻了？儿他爹，你快来看看，希儿他……希儿怎么了？希儿好像傻了。父母双亲刚刚病倒，眼看时日无多，女儿又傻了。难道老天爷真的不给我们活路吗？希儿啊，还认识爹爹吗？文熙看着文康和林慧眼眶通红的样子，这就是亲人的感觉吗？曾经自己只有师父，虽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师父对自己也十分的疼爱，但更多的是钻研医术，还有学习功夫，并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家人的关心和温暖。两人见闺女冲他们笑，就是不说话，心瞬间跌落谷底。完了！爹爹，娘亲。希儿，你喊我什么？爹爹啊，希儿没傻，就是摔晕了，刚刚醒来，有点迷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希儿没事。我这个娘亲怎么动不动就又搂又抱的？我长到20几岁也没有被人抱过，还真不习惯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啊。爹爹，爹爹！温熙眨眨眼，原主还有个弟弟，才3岁，想必就是他了。姐姐醒了，姐姐还疼吗？桃儿给你呼呼。姐姐不疼。看着眼前的小娃娃，哪有现代社会孩子的可爱劲儿，瘦得像只小猴子。再环顾家里，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都不为过，穷得叮当响了。别人穿越不是公主，也是个大家的小姐，就我倒霉，穿越成了一个小农女，还是一个穷到极致的小农女。我这上辈子也没做啥伤天害理的呀，怎么就给我安排这样的命运呢？希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娘，我没事了，我也想去看看祖父祖母。走进屋子，就闻见了一股药味，老两口奄奄地躺在床上。爹娘，老两口没有人应声，双眼紧闭。文熙眉头微皱，轻轻地拉住两位老人的手，喊道：祖父祖母。文熙已经摸到了他们的脉，原来是食物中毒，只要催吐就好了。只是这里的医术落后，村中大夫根本诊不出来，这就导致耽误病情，身体里毒素堆积。若是长此以往，身体的精气都会被消耗殆尽，人也就油尽灯枯了。自己知道治疗方法，却苦于没有药材，这可是如何是好？记忆中后山有一片林子，外围有野菜，不知道林子里是否有草药。若是有，也许他能救下这两位老人，但是用什么理由上山呢？哇，大米！娘，我们快有1年没有吃过大米了吧？啥？就这还是1年都没吃到？命运弄人啊！文熙喝了一口，跟预想中的一样难吃，但是眼下连饭都吃不上，就别挑了，赶紧填饱肚子，想办法去一趟后山。来，大人您看，就是这家。活儿，妹夫，快来呀！这是张员外，咱们镇上有名的大善人，还不请张员外坐下？来人正是林慧的亲哥哥林强，他的亲舅舅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娘亲的母家原是镇上的，虽然不是大户人家，但是也不愁吃穿，只不过自己这个舅舅好赌，没几年就把家产败光了。娘亲嫁过来之后，也没少被舅舅搜刮，有点银钱就被抢走。不必了，有正事儿。是，你家老头老太太不是快不行了吗？与其到处借银子，倒不如想个法子一劳永逸。张员外的儿子今年6岁，想找个伴读，我就想到小涛了。伴读说的好听点是公子哥的小厮，说通俗点就是下人狗腿子。哥，咱家娃娃还这么小，怎么能送去给人家打工啊？哎呀，啥子打工啊，是要
卖到张员外家的。张员外说可以给你们5两银子呢，你家也就是个男娃子，还能值点银子。若是那个赔钱货，还不知道能卖上几文钱呢。两人一听，这是要卖儿子呀，这怎么行？这说啥也不能把孩子卖了呀，不行！哎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赔钱货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大舅哥，这是我家娃娃，要打也轮不到你。大舅哥，卖娃娃的事情不用说了，我家不卖。林强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了拿钱领人吗？哎呦，员外，您消消气儿，我这妹夫呀，脑子不灵光，容我再说说。哼，2天时间，不行就算了，你也给我滚蛋！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？5两银子呀，那是5两银子。爹爹娘亲，不要卖了我，不要卖了我。放心吧，爹爹不会的。娘的儿，娘才不会卖了你呢。是你说你家看病需要钱的，现在给你们找了这么个好买卖，我怎的还不做了？这么好的买卖，怎么不把自己的儿子卖了？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文康见大舅哥的态度越来越恶劣，我们还要吃饭，就不送大舅哥了。晚饭过后，文熙趁着帮林慧收拾碗筷的功夫，说想明天去后山挖野菜。希儿，你这次摔下来差点丢了小命，娘不敢再让你去了。哎呦娘，女儿都长大了，上次是不小心，这次我不爬坡了，就在山脚下挖。娘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看着自己才12岁的女儿，林慧知道女儿是想给家里减轻负担，不让一家子饿肚子。她用袖子擦擦眼角的泪水。好，你不要上山，就在山脚下啊，不可以走远。文熙背着竹篓朝后山出发，来到后山就发现好几株的药材，其中竟然还有几10年份的何首乌，这要是拿出去卖，肯定能值点银子。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这竟是还魂草。传说这种植物药性极强，丝毫不弱于紫金人参。由于完全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稀有草药，所以价值甚至比紫金人参都要珍贵。他在还魂草的根部开始轻轻地挖，谁知手一抖，一根尖利的刺扎进了他的皮肤。靠！被还魂草刺到后，必须及时止血，不然伤口容易化脓感染。他伸手去拿刚刚采到的药材，就发现刚刚流出的血竟然往手心聚集。还没等他仔细看，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。这又是哪里啊？难不成我被还魂草刺了以后又穿越了？伸手看看，又瞧了瞧自己的衣服，还是昨天那件，说明没有穿越。那这又是什么地方？他环顾四周，一口井，一个水池，一片黑土地，还有一片红色的土地。远处那个竟是一栋楼。这是什么奇怪的配置啊？难不成是小说里的神奇空间？医药空间启动完毕，竟真的是空间。灵泉可洗髓伐精，解毒圣品。它每到一个地方，系统都会自动解释此处的作用。水池跟灵泉是连通的，可以用来给空间的2块土地浇水，也可以养水生的动植物。黑色土地是农田，红色土地是药田。至于那栋楼，竟是他前世的实验室，穿越竟把实验室都搬过来了。对他来说，简直是从天而降了一个超级大馅饼。到最后，系统还介绍空间可以不断的升级，至于升级的方法，需要靠自己慢慢的摸索。突然想起背篓里的何首乌，这是种在药田里，是不是可以让它继续生长呢？挑了几株有点价值的草药种在药田里，尤其那棵还魂草，他必须小心再小心，千万不能养死了。种完又浇了点灵泉水，收拾完毕，在药房拿了2瓶催吐的药，又在自己的实验室转悠了一圈，满意极了。不过他要怎么出去呢？正想着，就觉得眼前场景转换，原来只需要靠意念就可以自由的进出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竟多了一个保命的利器。这希儿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不会又摔了哪里吧？娘，我回来啦！希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给娘吓死了！娘，你看我挖到地瓜了。啥？天爷呀，竟真的是地瓜！娘晚上给你们蒸地瓜。耶！有地瓜吃喽！娘，你看这个是金银花，明天可以去镇上卖点银子，给祖父祖母抓药。金银花？希儿，是谁跟你说这个叫金银花的？以前跟爹去镇上卖柴火，我听别人说的。明天可以去镇上看看有没有识货的。你爹早上还说明天去镇子上卖柴火呢，那还真是巧啦。中午吃完饭，文熙趁机将药撒进米汤水里，看着2人喝下。刚喂下去不一会儿，2位老人就开始呕吐，吐出来的东西散发着阵阵的恶臭，在屋外都闻到了。当家
吓的，爹娘这是咋了？文熙没进屋，但是知道祖父母的命是保住了。文康将呕吐物收拾好，又把村医请过来。你给他们吃什么了？米汤啊。米汤？没给吃什么药？没有，我没有下药啊。也不是说你下毒，而是他们的病好转了，想必是将腹中的毒物吐出来了。两人合计了半天，也没想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索性老两口身子见好，后续只需要慢慢调理就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文熙就跟着文康出发去镇上的集市。爹爹，喝口水吧。文康也觉得口干舌燥，于是大口大口地喝起来。昨天他爹说这水甘甜可口，如今喝起来他竟也有这样的感觉。走了。文康重新背起柴火，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身上的柴火似乎都轻了一些。文熙淡笑不语，他决定以后尽量让家里的人都喝灵泉水。爹爹，你先找个地方把柴火放下，我去趟百草堂。别乱跑，人家要是不收你的药材，就赶紧回来。根据记忆找到百草堂的医馆。小姑娘，抓药吗？你们掌柜的在吗？小厮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他们百草堂每年都从很多的农户手中收药，价格便宜，但是这么小就来送药的并不多见。他说了声稍等。小姑娘是来出售草药的。您看看这种药草您收吗？掌柜的接过金银花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小姑娘，这金银花你在何处采到的？就是在我家后面的山林里。这金银花他昨晚特意拿到空间保存的，还淋了点灵泉水。没想到这灵泉水不仅可以洗髓伐精，还对植物有奇效。淋了灵泉水之后的金银花连枝干都粗了一些，而且长久的保持新鲜。不知这些药材您收吗？收，这种金银花有多少，我们百草堂都照单全收。文熙面上一喜，看来今后可以通过药材赚点银钱了。不知这种年份的金银花您这里是多少银子收？正常的金银花是15文钱一株，你的年份更高也更新鲜，就算你30文，你这里一共13株，我就给你400文吧。下次再有这么好的一定要给我们送来啊。400文，1两银子是1000文，就是说30多株金银花就可以卖1两银子。如果年份更久或者更加珍贵的药材就可以卖上更多，再加上空间对草药的改造，长此以往我赚得盆满钵满，不是指日可待了。掌柜的，您这里需要柴火吗？柴火？转念一想，这小姑娘应该是跟家里人来镇上的，家里人卖柴火，她来卖药材。后面灶间生火需要一些但是太多的话就没办法了。不多，就4捆。老者点点头，又让小厮给他40文钱，但是文熙只拿了30文。刚刚您多给了10文，我不能占您便宜。文熙笑着解释。老者看着面前身形消瘦、面色蜡黄的女孩，点点头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在金钱面前还能守住本心，不错。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文熙，革古文虚声，寻溪渡横岭的那个文熙。老者有些诧异他的回答。一个农户家的孩子竟然可以出口成章。文熙接过小厮的钱袋，满心欢喜的道谢，背着小竹篓蹦蹦跳跳的往集市上走。到了集市上，发现文康正在跟眼前的男人面红耳赤的争论着什么。黄老板，每次都是10文钱一捆，怎的今日就5文钱了？你看看这大街上卖柴火的遍地都是，我还来买你的柴火，是给你面子。你若是不卖，我就去其他摊子上买了。黄老板，4捆柴火30文成吗？我这大老远背过来的。爹爹，刚刚路过一个饭馆，那个老板看我可怜，说愿意10文钱一捆收咱们家的柴火，4捆他都可以要。真的啊？文康背起柴火问道。希儿，那个饭店在哪里啊？不是饭店，是百草堂的掌柜的，他刚刚已经给了我40文了。说罢，将沉甸甸的钱袋递给他。怎么这么多呀？其余的都是我采的草药赚来的。掌柜的说咱们的金银花年份还挺新鲜，所以给的价格高。爹爹，今天是不是可以买点肉来吃啊？咱们家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荤腥了。文康拿着钱袋，眼眶有点红。几百文钱，自己来集市10几趟都不一定能赚到，自己闺女来一趟就赚到了。上次受伤醒来以后，自己爹娘也是奇迹般的好转。昨天女儿还挖到了地瓜，今天又卖了这么多的银钱，这是他家的福星啊！好，爹爹今天给你买一大块肉，咱们家今年过年。文熙看着那一大块的五花肉，一路嘴都合不上。进到村子，村头聚众唠嗑的人见父女俩拿着肉背着米，不由得问道：文家的怎么发财了呀？又是米面又是肉的。文康刚想说自己闺女卖草药赚了钱，就想起在路上希尔说的话。爹爹，现在咱们村子还不知道后山上有药，咱们要是想赚钱，就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祖父母年龄大了，他儿以后还要上学，咱们得攒钱。文康第一次觉得自己的闺女是真的长大了，想得比他这个当爹的都要长远。家父家母
母大病初愈，给他们补补身子。两人回到家，林慧见他买了这么多东西，当家的这么多东西，拿什么钱买的？文康便把文熙卖草药赚钱的事情跟家里说了，所有人都喜出望外。希儿，赶明儿咱们都跟你去采草药。娘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家里还有那么多事要忙。再说草药什么的，你们也不认识，采错了就白费功夫了。如果咱们家都去后山，村子里肯定会有人怀疑的。若大家都知道后山上有草药，咱们就赚不到银子了。文熙还准备在后山那里自由的出入空间，这么多人一起去，实在是不方便。村子里的人说，文家的买了一大块的五花肉，还有好几斤的米面呢。你前几天说找到了大买卖，能赚几两银子，买卖呢？银子呢？老娘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吃上过几口肉。你个女人知道什么？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看着比过年都丰盛的饭菜，都咽了咽口水，太香了，真的太香了。希儿，这猪大肠的做法你在哪里学到的？之前去镇上路过一个摊子，偶然听那边的老板说的。希儿，往后一段时间采药的事儿就靠你了，你多吃点。酒足饭饱，文涛躺在席子上，拍拍自己滚圆圆的小肚皮，对文熙说：姐姐，肉肉好好吃，以后涛儿每天都想吃。姐姐会让你每天都吃上肉的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你们家发达了呀，听说买了那么多肉，怎么不来孝敬孝敬你哥？哥，那肉都是文康买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哪有钱买呀？文康买的怎么了？我也是他的大舅哥。再说张员外的事情，你们下了我的脸面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。文熙知道文康和祖父祖母去村头还没回来，就带着文涛走进院子里，在文涛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就听文涛在院子里开始嚎啕大哭，哭声把隔壁的邻居都照出来了。见人越来越多，舅舅，我家真的没肉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来我家打秋风？我家都穷成这样了，还哪有钱再给你啊？前2天你还要帮我弟弟买了换钱，我家就一个弟弟呀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邻居李大娘听完，第一个站出来：我说林家的，你3天2头来这里要这要那，脸皮就够厚了，怎么还要卖人家的儿子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你自己不也有儿子吗？怎么不卖自己家的？啥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来妹夫家打秋风，呸，什么东西！围观的人七嘴八舌的指着他骂，林强恼羞成怒，上来就要打着姐弟俩。哥，打娃娃做甚？舅哥，你干嘛？哼，你家小兔崽子不尊敬长辈，你不管教，老子替你管。说完还想上来打，就见文康跨出一步，挡在自家老婆孩子的面前。文熙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无色无味的泻药涂在他袖口上。林强有用袖子擦鼻子的习惯，上次他就注意到了。你做什么？爹爹，舅舅要打我们。林强，当时我跟慧儿结婚时，你就要了双倍的彩礼，说以后慧儿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这些年你在我家又是吃又是拿，我不想追究，只是以后你就不要再上门了。怎么，林慧是老子妹子，你们还想让她跟老子断了关系不成？老子把她拉扯大，就给那么点彩礼，就想把老子妹子买了？你们文家打得好算盘呐！爹爹，我去镇上的时候听到有人说，上次舅舅介绍来的员外家里已经死了好几个小厮，说他儿子有什么疯病，经常对他的小厮打骂，幸亏没把涛儿卖了，不然……我也听说了，好像是叫什么癔症，发起疯来跟疯狗一样，难不成是疯狗病？村里人在旁边议论纷纷。没想到林强的心肝这么黑，竟然想把人家孩子卖到这样的虎狼窝。就文涛那个小身板，到那里估计不到几天就被折磨死了。文家对林强不薄，真是个狼心狗肺的。当年就是你把我卖给文家的，所以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以后你再也不要来我们家要任何东西，我也不会给了。林强没想到自己那个一向懦弱的妹子竟然对自己说了这么决绝的话，气得扬手就要打人。文康抄起旁边的扁担就砸过去。文康，你疯了！我要去报官。你去吧，原本就是你要动手打人的，我爹爹是正当防卫，这么多乡亲邻居看着都是人证。你个赔钱货，老子打死你！文康抄起扁担又冲了出去。文熙看着一向闷头不吭声的爹爹娘亲，今天竟然做出如此的举动，心中的郁气终于散去，以后再也不怕别人欺负了。文熙来到院子里，林慧正在洗衣服，但是眼眶红红的。娘，你是不是因为舅舅的事情？希儿，娘只是觉得，怎么今天才看清你舅舅是个什么德行？这些年在咱们家又拿又抢的，娘都忍了。这些若是省下来，我们家或许会更好一些。娘，别哭了，以后我们家会越过越好的。娘听希儿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文熙就又去了后山。
山。这一次他直接去了林子里，在那里果然又找到了很多的药材，但是金银花就采到30多株，他通通都收到空间里，那里可以给药材保鲜。看看林子深处会不会有更好的草药？他进入空间，竟然惊喜地发现之前种在药田里的药材长势非常好，尤其是那棵何首乌，现在看起来已经有60年了。不知这样的药材卖出去会赚多少银子。后山的树林常年没有人过来，村里的老人说这里面有野兽，曾经咬死过人。文熙也是因为自己有空间保护才敢往里走。果不其然，林子里草药更多，年份更久，种类也比外围的多很多。他走走停停，背篓很快就满了，看着满满的药材，估计能卖不少银子。他心满意足的准备往回走，就在转身的瞬间，他发现不远处有一片茂密的灌木，在灌木下长着一株植物，上面红色的果子娇艳欲滴，在风中摇曳。难不成这是人参？这株人参最少有几十年了，这是他这段时间采到的最有价值的药材。这时候感觉灌木丛里面好像躺着一个人，顿时吓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蹑手蹑脚的将灌木丛扒开，里面赫然躺着一个男人。他看着面前的男子，眼眸中露出惊艳之色。虽然角色这种词汇大多数用来形容女人，但是此时此刻放在这个男人身上丝毫不违和。这是他穿越以来见到的最好看的人，即便是在现代，他接触过无数颜值卓越的男子，但是在此人的面前都黯然失色。不知他睁开眼又会是何等颜色？文熙仔细地打量他胸前的伤口，应该是被刀剑一类的利器所伤，伤口处隐隐有着发黑的迹象，这是中毒了，且时间已经不短了，眼看着就要侵入了肺腑，再不解毒，恐怕神仙都难救了。从此人的打扮来看，定是非富即贵。我穿越而来，对这个朝代还知之甚少，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是好是坏。我若是救了他，反倒被咬上一口，累及家人，又该如何是好？思虑再三，又看了看这个人的脸，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还是救吧。反正他是不会承认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帅自己才出手的。从空间里取出灵泉水，给他的伤口清洗一下。灵泉可以解毒，伤口处的毒轻而易举就化解了。又给他灌了几口灵泉水，尽管他正在昏迷，喝不进去多少，但是吞下几滴就足够了。文熙给他号号脉，脉象平稳了不少，只是先前中毒太深，即便是喝了灵泉水，身体也还有一点余毒，需要用银针逼出来。他只好将男人的上衣扯开，露出精壮的身躯。文熙看着他的8块腹肌，咽了咽口水，不断的告诉自己要集中精神，从空间里拿出银针封住身体的几大穴位，控制毒素不让其蔓延，直到男人指尖处流出了黑色的血液，毒才算是真的解了。累死姑奶奶了，这个小身板真的是太弱了，才这么点时间就累得要命。若是像自己前世，一手术就要10个小时，岂不是要直接晕过去啊？又给伤口消了个毒，用绷带缠好，好人做到底，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。趁他还没醒，文熙收拾好背篓就要溜，突然手臂被一只大手抓住，只见那个人缓缓地睁开双眼，清冷深邃的目光落在文熙的身上。一瞬间，文熙觉得如坠冰窖，周遭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这个男人太过危险，心中警铃大作，还没等他抽身离开，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纤细的脖颈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钳住。完了，他就不该救这个人，就该让他在这个荒郊野岭毒发身亡。你是谁？男人微眯着眸子扫了文熙一眼，眉头微皱，竟然是个孩子，手上的力道也撤了回来。文熙趁机挣脱开，再有几秒他就要上天了，他觉得都看见他太奶了。文熙目光不善地看着男人，大声说道：你有病啊！姑奶奶救了你，你还恩将仇报，要不是我帮你解毒，你早就上西天了。莫玉眼低头看见自己的伤口处缠着绷带，内力也运行自如，体内的毒貌似是真的解了。谢谢姑娘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就是好心没好报，早知道就不救你了，后会无期，再也不见。说罢背上了竹篓就要下山。姑娘有没有住处可以供在下休养？在下愿意出1000两银子。他现在身受重伤，若是贸然出山，恐怕会遭遇伏击，只能等到养好了伤再做打算。1000两，温熙瞬间转身，银子，白花花的银子，1000两，别说是盖房子，就算是在镇上买房子都绰绰有余了。这哪是催命鬼，简直是财神爷啊！你说真的？没有银子，只有银票。为什么给我2000两？另1000两，感谢姑娘的救命之恩，顺便还希望姑娘给在家找一些草药，在家不会麻烦姑娘太久，等伤势恢复一些就会自行离去。这个小姑娘居然能给自己解了毒，说明还是有些本事。现如今自己的人一时半刻还无法抵达这里，只
只能靠眼前这个姑娘。文熙将男人领来了后山入口的山洞，山洞比较浅，暂避一下可以，长期居住不行。文熙假装在自己的背篓里翻了半天，实际上是从空间里拿了药粉，撒在有消毒功效的草药上。给你，把这个弄碎，放在伤口上，每天换一次药。又给他留了一个水袋，里面装了灵泉水，可以加速他伤口的愈合。多谢。我下午再来一次，给你带点饼子吧。我们农户平日里也就吃这些。莫玉眼点点头，他常年在外行军打仗，对吃食完全不挑剔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文熙回到家已经过了晌午，林慧在门口直打转。你这个孩子怎么才回来呀？担心死娘了。娘，你看我采到这么多草药，等到了集市上定能换不少银子。哎呀，这么多，希儿辛苦你了。娘，希儿不辛苦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好。林慧慈爱地拍拍她的手，自己的闺女真是个宝啊。文熙没告诉林慧2000两银票的事情，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再一个自己会医术的事情，她现在还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吃过午饭，文熙再次上山，带了2个饼子给莫玉眼。莫玉眼看到小姑娘的身影，微微的挑眉，看来是个言而有信的小村姑。文熙给了她一个装着灵泉水的水袋，又在洞口做了一些修饰，让里面看起来不像是有人的样子，还撒了一些驱赶毒虫蛇蚁的药粉，就下山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文熙早早的给山上的莫玉眼送去了1袋水、几个饼子，就去镇里了。除了药材，他还有一笔买卖要跟百草堂的掌柜谈。文姑娘来了，您稍坐，掌柜正在给人看诊。王大夫，快看看我家公子是怎么了。后面的小厮背上背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，男孩已经失去了意识，面色青紫，呼吸都快停止了。王掌柜看了脉象，毒中毒了，此毒甚是霸道，顷刻间就可伤及肺腑，且蔓延极其迅速，老夫也爱莫能助啊！现在就算是送到县里的医馆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公子吧，求求你了。王掌柜摇摇头，不是他不想救，而是他真的无能为力啊！这种毒性如此猛烈的药，他都没见过。我来看看可以吗？众人向声源处望去，只见一个小姑娘穿着一身粗布衣衫，瘦不拉几的，正安安静静地站在人群的末尾处。一个小姑娘就不要添乱。就是王掌柜的看不好，一个农户出身的小村姑，看了也是白看。我祖上有人是大夫，我就看看，若是能帮上忙最好了，帮不上你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文熙看着王掌柜说道。王掌柜想了想，点点头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觉得这个小姑娘不是外表看起来这么简单。文熙径直走到小男孩的身边，给他搭脉。他刚刚去了有百合花的地方。你怎么知道？李管事刚刚的质疑和不悦瞬间不见。这个姑娘怎么知道公子去了有百合花的地方？要知公子只是路过，没有停留。若是说长时间停留，身上会沾染上百合的味道，但是很明显，公子身上完全没有。文熙拿出银针，王掌柜，可否提供一些烈性酒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文熙用酒给银针消毒。这个朝代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针灸，见文熙要将如此长的针扎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，都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么长的针，若是真的扎下去，哪里还有命在了？村姑果然是村姑，哪里会什么医术？李管事和王掌柜也吓了一跳。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公子的性命岂是儿戏？王掌柜也擦了擦额头的冷汗。还好李管事出手及时，不然这李家的公子若是在我自己百草堂这里出了问题，我这条老命可不够赔的。我说不能治，只是承认医术不精，要是在这里李公子有个3长2短的，可就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了。文熙一愣，错什么？当然是针灸啊。他环视一圈，发现这里的人都十分震惊地看着他手里的银针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他们不懂针灸之术。这个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这是针灸，上古秘术，可解你家公子的毒。针灸那是什么？这位管家，你能不能先让一让，等我给这位小兄弟施针解毒之后再跟你解释。若是再耽搁，你家公子怕是坚持不住了，已经由紫转黑，等彻底黑了，就算是大罗神仙都难救了。李管事心下一凛，眼下老爷夫人都不在府中，只有那位，但是那位怎么会真的想救自家少爷？他巴不得少爷赶紧死了才好。心中一横，拼一把，大不了自己这条命抵给少爷。姑娘，拜托了。文熙用银针封住男孩的心脉附近的穴位，又分别在头顶和脚底将银针刺入，轻提揉捻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男孩的身上就扎了很多的银针。这个李家的公子真是惨，人都快不行了，还得遭这个罪。可不是，他一个村姑，要是真会医术，还至于这么穷吗？你看他还穿的打着补丁的衣服呢。就是，要是真的把李家公子治死了，他这条小命恐怕是不够赔的呀。这时，文熙轻轻拨动男孩手臂上的银针，只见周身的银针
竟然全都跟着轻微的摆动起来，发出微微的嗡鸣声。正在议论的人们见到如此神奇的一幕，全都闭上了嘴巴。难不成这个小村姑真的会什么秘术不成？王掌柜瞳孔震动，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然转身往医馆内跑去。没错，就是用跑的。又过了大概半炷香的时间，文熙将男孩周身的银针拔下去，男孩顿时吐出一大口的黑血。文熙擦擦额头上的汗，唇角勾起了一抹似有似无的微笑。毒解了，这，你家小少爷的命保住了，后续再慢慢调理就好。喏，这个是我调制的药丸，每日2次，每次1丸即可。药丸？刚刚从里面回来的王掌柜脚步本就扶着，又听到药丸，更是站不稳，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手上捧着的厚厚的药典也摔在地上。掌柜的，你慢点。店小厮赶忙给他扶起来。王掌柜顾不上自己摔跤，跌跌撞撞地来到李家少爷身边，仔细号了一会儿脉，惊讶地说：好了，竟然真的好了。文姑娘，恕老朽冒昧，您刚刚使用的是否是金针之术？金针？在下的师父临终前送给在下一本药典，上面记载了一种上古秘术金针之术，不过在药典中只是泛泛介绍，并不详细，更没介绍如何治病救人。文熙粗略地看了一下，确是针灸术的梗概，十分的粗泛，不要说使用方法，就连能治疗哪些疾病都只是一带而过。不错，正是金针之术，我也叫它针灸术。针灸术？王掌柜喃喃自语。这位姑娘，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还请问姑娘姓名？我们李家定然携厚礼登门致谢。您言重了，我姓文，经常来百草堂送药材，您可以来百草堂找我。他现在还不想让自己家里包括村子里的人知道自己会医术的事儿，毕竟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。自己认识药材的事情都找了各种理由，若是让他们知道自己会医术，还是已经失传的金针之术，还不得把他们给吓死。自己一个小农女，哪里来的这么高的医术？竟然真的解毒了，不得了了！这么小的年纪，果然人不可貌相啊！这人眼看着就要没气儿了，结果就扎了几针就好了。神医啊！见文熙竟真的将这种王掌柜都束手无策的毒给解了，围观的众人眼神都亮了几分。这样厉害的神医，若是能给我看病，岂不是药到病除？啊不，身到病除。姑娘，不知这药丸是怎么卖的？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，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合适，相识一场便是缘分，如此这般，就送你吧。他还不知道这种药丸在这个朝代是什么价格出售，高了低了都不合适。原本他今天来也是想问一下这种药丸的价格，如果价格合适，他可以长期提供药丸跟百草堂合作。殊不知这里的医馆都是以汤药为主，这种药丸只有京都那种达官贵人才可以偶尔的享用，价格高的离谱，根本不是他们这种普通百姓能买得起的。文姑娘大恩，待老爷夫人归家，定厚礼登门。说罢，对着文熙拜了又拜。没插上话的王掌柜立刻将文熙请到内室，再面对文熙，他万万不敢拿出医馆掌柜的样子，而是笑眯眯地看着他。掌柜，您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王掌柜自然不好意思说想拜他为师，想想自己这么大年纪，给人家当爷爷都绰绰有余了。文姑娘，不知您师承何人呢？虽然说他祖上有人是医者，但若说会金针之术的医者，又怎会祖祖辈辈窝在这样一个小地方？所以他断定文熙一定有一位非常厉害的神医师傅。师傅他老人家不喜世间争名逐利，隐居山林，前些年已经驾鹤西去了。文熙想到老头子，语气有点忧伤。那个老头子应该是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吧？他记得老头子去世前如释重负的笑容，那是他从小到大见过的他最真切的笑了。王掌柜有些遗憾的点点头。原来如此，原来是一位隐士高人呐。如此说来，文熙姑娘身上恬淡令人舒服的气质，须是受她师父的影响。像她一个农家女儿，进退有度，谈吐如此不俗，便也说得通了。掌柜的，您看看这种药丸您收吗？王掌柜一听有药丸，立马就来了精神。他接过瓷瓶，倒出一颗药丸，药香极其的浓郁，只随便一闻就感觉到心神俱振，定是极好的药丸。文姑娘，不知道这个药丸是什么功效啊？这个药丸主要是针对体弱的人研制的，里面加了很多珍贵的药材，可以固本培元，补血理气，
长期服用可以改善体质，延年益寿。刚刚送给那个公子的就是这瓶药，并且药性温和，就连3岁小儿都服得。王掌柜完全不怀疑药丸的药性，毕竟能使出金针之术的人，制作的药丸又怎么会差？他轻抚瓷瓶，好像一不留神瓷瓶里的药丸就会跑了一般。实不相瞒，温姑娘，笔店没卖过这种药丸，都是草药。这种药丸自然比普通草药的效果好，也更加便捷。但是咱们这边的人不比京都，买不起这么贵的药丸。文熙嘴角弯弯，原来药丸这么值钱呢。那按照市场价，药丸是什么价格？普通药丸的市场价基本在10两银子一颗，若是姑娘的药丸，应该在20两。若是在京城，可以卖得更高。具体的价格，老夫也无法估量啊。20两，这个药丸就是他用种在空间里的药材搭配灵泉水做的。且不说空间里药材的药性有多么好，单就灵泉水都够强身健体了。用这么多好的药材，就是为了给灵泉水打掩护，不然普通药材制作的药丸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效果？但是这种药丸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无本万利。20两的价格意味着他们家马上就要过上衣食无忧的奔小康生活了。这种滋补调养的药丸用了很多的珍稀药材，所以价格定是不菲。但是还有针对普通百姓可以用得起的伤寒药丸，马上就要到雨季了，随后就要降温了，想必会有很多伤寒的患者。伤寒药丸？真的吗，温姑娘？伤寒药丸我可以提供，价格是200文一颗，普通伤寒2颗即好，若是严重的就要4颗。200文？这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价格，而且保证药到病除。王掌柜只瞬间就嗅到了商机，这种价格的药丸绝对是老百姓们都消费得起的，甚至跟草药的价格相差无几。若如此，谁会舍近求远种麻烦的草药呢？滋补的药丸进货价格是15两一颗，掌柜的若是需要，我可以每天提供50颗伤寒药丸，5颗滋补药丸。王掌柜几乎没有任何的思考，直接定下所有的药丸。温姑娘，老小定下所有的药丸，你可就不能再卖到别处了。那是自然。起草协议，双方盖上手印，药丸合同就生效了。这里面有10颗伤寒药丸，就当做我送您的礼物，您可以找患者试一试。那这瓶滋补药丸？王掌柜像抱着宝贝一样的抱着瓷瓶，谄媚的笑道：我看里面有3颗，可以卖给我吗？我们既已合作，这3颗就送您了，您可以服用几天感受一下。王掌柜一听，顿时喜上眉梢。这几颗滋补丸和伤寒药丸也是几10两银子，一个10岁出头的农村娃娃面对金钱竟有如此心性。王掌柜在心里重新审视了面前的娃娃，不简单呐。文熙让小厮将自己背来的草药清点一下，由于这次送来的很多，年份也久，一共换了10两银子。文熙凭借记忆找到一家种子铺子，他想尝试一下将种子种在空间的农田，看看长势如何。小姑娘需要点什么？我想买点玉米、大米的种子，还有一些蔬菜的种子。老板娘，你这里有吗？哎呦，那你可来对店了，我这里呀什么都有。在这里了，小姑娘你看看。文熙捡捡看看，袋子里都是普通的粮食种子，蔬菜种子也仅限白菜、萝卜、辣椒种子，只有1小把。这些我都买了，您给算的便宜点。小姑娘这么爽快，我也不是个墨迹人。这样，这些种子就1两银子，我再送你点其他的。其他的？这是我偶然得来的胡瓜的种子，之前有1小把，我也尝试种了几次，从来没成功过，连小苗都发不出来，如今就剩这几颗了，你可以拿回去试试。胡瓜味道鲜美，而且产量极其的惊人，若是可以培育成功，那可真是捡了大便宜。谢谢您啦，下次有需要还来找您。刚要出门，就看见门口的筐篓里有几包丢弃的种子，跟自己买的不一样，便走近瞧了瞧。这些种子在柜子里放了太久了，是我丈夫在世时从西边带回来的，但是不适合咱们这边的气候，种不出来。没想到一放这么久，已经坏了。竟然是西面的种子。西面就是西域，这里的气候跟西域天差地别，再加上这里的土地贫瘠，定是种不出来的。但是它有空间这个作弊神器啊，连人参、何首乌这种药材都可以成活，想必这些瓜果蔬菜也是不在话下。这些多少钱啊？我想买回去看看，还没有见过西面的种子。哎呀，本来也是要扔的，就送你吧。
谢谢您啦。离开种子店，他又来到了布庄。家里人的衣服都是大补丁、小补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补丁上面盖补丁。现在虽说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小富是有了。毕竟他刚刚谈成了一笔生意，空间里还有那个男人给的2000两银票。家里人的衣服也该重新做做，尤其是天渐渐的凉了，再穿这些破烂衣服，恐怕是要被冻死。走到一家布庄的门口，还未进门，小厮就在门口将他拦住。走走走，一个小乞丐还想来我们布庄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。文熙看了看那个伙计，冷冷地说，店铺开门不就是做生意吗？哼，做生意要看做什么人的生意，你也不看看就你这样的，像是能买得起我们布庄布料的客人吗？咱们布庄可都是达官贵人才能买得起的，什么人都可以进，我们这里还要不要开张？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掌柜的意思？哼，就你也配提我们掌柜的？有多远滚多远吧。在里面柜台算账的掌柜瞧见他一身的补丁，撇撇嘴，继续低头算账。文熙自然瞧见了那个掌柜的做派，眼底浮现出了一抹欣慰的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姑娘不进去便是。小厮还呸了一声，去对面那家快要倒闭的店看看吧，说不定有什么便宜货给你，毕竟你们这种穷人农民只适合那里了。文熙脚步顿住，冷冽的目光好像一柄实质的剑，将他穿透。你们吃的粮食、瓜果蔬菜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没有农民你就得饿死，捧着饭碗骂娘的，说的就是你这种无耻之徒。你强词夺理，吃着农民伯伯种的饭菜，还诋毁衣食父母，你不无耻吗？你们布庄能雇佣你这种小厮，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这种商铺不来也罢。文熙径直走到对面的布庄。文熙走进布庄，店中的顾客稀稀落落，只有2个岁数大的婶子在挑布料。姑娘，想买点什么？买几套做衣服的布料，这种布料怎么卖？这种精棉布适合做贴身里衣，要100文一匹。外衣的话，可以选用这种粗织棉布，价格更合适一些，只需要50文即可。文熙知道这个伙计是看自己的打扮，推荐性价比最高的布料，所以没有因为他介绍低价的棉布有丝毫的生气。文熙粗略地算了一下家里的人口，家里每个人都要做2身衣服，再加上里衣，大概一共要买2匹精棉布，6匹粗棉布便够了。他仔细地挑了颜色，给文康和2位老人挑的都是深色，林慧的是粉色，自己的则是鹅黄色，文涛的是蓝色，这样一家人的衣服就都有着落了。福来布庄许久都没有开过这样大的单子，伙计叫来掌柜的，要知道自从对面的布庄开业，就不断地打压他们的布庄，一开始布庄还有点生意，如今是越来越少，眼看着就快要倒闭了。如今一下子卖了8匹布，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了。姑娘，2匹精棉布200文，6匹粗棉布300文，共计500文。我们再送姑娘半匹粗棉布给您送上门，您看如何呀？掌柜的小心翼翼地看着文熙，生怕对方有一点不满意就不在他这里买了，痛快地付了钱。文熙才问出了自己的疑惑，掌柜的，我看您这里的布匹质量也很好，怎么生意如此冷清？提起此事，赵福来就忍不住叹气。伙计见自家老板不愿说，只好代为开口。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原本我们布庄在镇上也是享有名气的，不仅布料质量好，价格也实惠。但是自从对面的千禧布庄开业，我们就被打压得喘不过气了。那千禧布庄有何过人之处？他们店铺一来，就把我们原来染布的大师傅们都给挖走了，还能织染出颜色十分鲜艳的布料，且不易掉色。尽管价格高昂，但是镇上有钱人家十分追捧，于是我们店铺就逐渐没落了，到今天就只能卖一些普通的布料。赵掌柜也是一脸的菜色，想到自己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布庄，到了自己这一辈竟以这种形式收场，自己100年以后都愧对列祖列宗啊！原来是这样，现在市面上只有棉布、染色布、印花布，还有纯色绸缎布。绸缎布贵在布料的成本上，印花布贵在染色的工艺上。只不过市面上印花布的花色只有简单的几种，但是染布这种事情对于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。现代的染布不仅颜色鲜艳不易掉色，而且花色成千上万的，材质也是几十数百种。说是我能给福来布庄提供染色和织布的方式，或许也是生财的捷径。掌柜的，我有几种花样，若是您感兴趣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包括一些织布染布的方法，或许能让您的生意回归巅峰，甚至远超对面的千禧布庄。当真？瞧出赵福来眼中的疑虑犹豫，文熙直接让伙计给自己拿来了纸和炭笔，当着2人的面画出了一个花样递给赵掌柜。赵福来从最初的疑惑再到惊艳，妙啊，实在是妙。赵某眼中
竟不知姑娘有如此惊人的天赋呀！掌柜的过奖了，不过这种市面上找不到的花样，我这里要多少有多少，甚至比您手里拿的要精致许多。不知这种花样，姑娘想多少银子出售啊？让他出售花样，他无疑就是买断。他每次只能赚到设计花样的钱，但是一个产品面世，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设计。就像现代社会的奢侈品，价格是普通商品的几十、上百、上千甚至上万倍。除了背后的资本炒作，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。我的花样不卖，赵掌柜若想合作，可以听听我的方式。我出设计花样，每个月提供2种，并提供织染的方式，包括你们说的可以让布的颜色更加鲜艳且不易掉色的方法。所得的利润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一半？赵福来这回眉毛也皱了起来。我这个店铺的利润本就不足以支撑了，现在再分出去一半，这让我怎么活？还有伙计和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。姑娘，这一人一半的利润，可不可以稍微……赵掌柜，若是推出的新品受百姓的追捧，你还愁没有银子赚吗？况且新品的价格和利润自然不是现在这些棉布可以比拟的。赵福来的眉头微微的舒展，经营布庄这么多年，他自然明白这种闻所未闻、令人惊艳的花色会吸引多少人来购买，尤其是镇上的富人。若是有层出不穷的花色，自己这个布庄绝对可以成为镇上最红火的布庄。到时候不仅自己的布庄困境解决了，还可以赚得盆满钵满。衡量再三，赵福来心一横，点头道：若是姑娘可以做到承诺的这些，我赵福来愿意跟您合作。合作愉快。两人写好合同，拿去了府衙公证后，文熙又给赵掌柜画了几个花样。赵掌柜就像得了宝贝似的，连忙揣进了怀里。文熙回到家，林氏将背篓里的猪脚拿出来，疑惑地说：这猪脚难煮又难吃，你买这个做什么？娘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在镇子上听到一位奶奶说的，这猪脚可好吃了，我来给你做。文熙利落地将猪脚清洗干净，剁成小块，起锅加姜片煮一遍，捞出来，用清水洗净，再开始煮第2遍，直至猪脚炖得软烂才取出，再加工做了一道红烧猪脚。还没起锅，香味儿就飘了出来。文涛在锅台边馋得直流口水。姐姐，好香！今天就让你好好吃一顿。文熙将猪脚盛出来，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他用油纸偷偷地装了一些放进空间里，准备下午去山上给那个人送点，好歹也收了人家那么多银票不是？一家人吃得乐乐呵呵。文熙顺势说了要给家人买布料做衣服的事儿。啥？花了500文？希儿，你哪儿来这么多银钱呢？祖母，今天换了10两银子。说罢，从怀里将买完东西剩下的银子放在桌子上。这买完东西还剩这么多？文熙点点头，他还没有说自己跟百草堂达成的协议，眼下这10两银子都给他们震惊成这个样子了。若是知道每天还有85两的药丸收入，他真怕他们的血压飙升晕过去。毕竟这10两银子都是大部分家庭1年2年的收入了。吃完饭，文熙就背上背篓上山了。进入山里，快速地闪进了空间，先看了看药田里药材的长势。他发现药田里的草药不仅年份成长极快，而且还可以自己繁殖。原本只有1株的人参，竟在旁边长出好多株小苗，何首乌更是繁殖了很多出来。这个发现让他不禁大喜过望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之后我这片药田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药材，还都是年份极高的珍稀药材？发了大财了！他拿出今日在镇上买的种子，用灵泉水浸泡过后就种了下去，又用灵泉水仔细的浇灌。至于老板娘赠送的西域种子，应该是放的时间太久了，十分的干瘪，他则是用灵泉水浸泡了起来。眼下看着这些种子确实是废了，但是灵泉水浸泡以后，或许会有一丝生机也未可知。里里外外折腾了1个时辰，才从空间出来，沿途采了些药材，不然明天不好跟家里人说去镇上的事情。都弄完了，文熙才往山洞走去。莫玉眼正在调息，听到洞口有异响，便缓缓地睁开眼。文熙刚走进山洞，一把剑横在他的脖子上，突如其来的剑气让文熙警铃大作。是我。锋利的刀尖距离他的脖子只有半寸处，堪堪地停下，吓死人了。他会一些近身格斗术，但是剑术是完全没学过。况且他趁他昏迷时给他号脉，发现这人体内有一股真气流动，想必就是所谓的内力了。有内力护体就是好。早上来送饭的时候他还病殃殃的，下午就生龙活虎，差点让自己血溅当场。
灵泉的效果再逆天也没有这么厉害，可以让这么重伤的病人短时间恢复，只能说这人恢复能力也太强了。抱歉，他以为早上来过了，下午就不会再返回来送饭，毕竟自己当初只是说让他帮忙找个地方就可以了，就连早上给他送饼子，他都略微有些诧异，这小姑娘似乎有些过于热情。公子啊，这个是我家自己做的，你凑合吃吧。他拿出猪脚和贴饼。我们乡下人没什么好东西，只能送来这些。莫玉眼原本想着和他说不必送，自己在吃食上可以想办法，而且他身体恢复了不少，不日便要离开了，但是话到嘴边就被一股特殊的香味给顿住了。这是什么？红烧猪脚。莫玉眼拿起一小块，细细的咀嚼，不禁眉尾微挑。这竟如此美味。入口即化，浓郁的肉香混合着调料的味道，在唇齿间不停刺激他的味蕾。他长这么大，宫里厨子做的都很难入口，没想到今日竟然在一个边陲山村品尝到如此的美味，简直是欲罢不能。我来帮你看一下伤口吧。温熙见他吃完说道。莫玉眼闻言愣了一瞬，这姑娘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个道理她不懂吗？即便是乡野志，也定会明了了吧？文熙一眼便看出他的想法。古人真是奇怪，性命攸关的事情还记着男女大防，不必多心，医者眼中无男女，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。如此，别谢过姑娘了。莫玉言也不是扭捏之人，文熙俯下身，将伤口处的衣料轻轻地掀开，只见原本狰狞的刀伤已经开始愈合，想必这个跟灵泉水有很大的关系。即便他恢复能力极强，也只能体现在内力和体力上，这种皮肉伤的恢复一定是借助外力完成的。原来灵泉水不仅可以改善人的体质、解毒，还可以快速的恢复伤口。这个认知让他雀跃不已，就连莫玉眼都感觉自己面前的小丫头跟刚刚有所不同，貌似突然变开心了。伤口已经好了很多了，离行走无碍。潜台词是你可以走了。莫玉眼看着眼前的小丫头，竟觉得有点意思。年纪看起来也就10岁出头，正常的农村女子，见到我这种伤口早就下狱了，哪会如她这般，又是处理伤口，又是送水送饭。不过这样的穷乡僻壤，她的医术是跟谁学的？这几日多谢姑娘。不必言谢，你给了我医药费的，这个可以抵工资给的银票了。莫玉眼将瓷瓶打开，滚落出了几颗乌黑的药丸，躺在他的手掌上，散发着阵阵的药香。这竟是药丸？这药丸有助于身体恢复，我专门配制的。不同于给百草堂的滋补药丸，这里面添加了空间里过100年的珍稀药材，根据他的体质专门的配置过的。文熙不知道在这里100年份的药材值多少钱，但2000两肯定是不止的。文熙不喜欢欠人情，尤其是金钱上。莫玉眼看着手里的药丸，眼中的神色终于凝重起来。看来自己一直小瞧她了，她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姑娘。这药丸想必宫中的御医都配不出来，难不成她是药狱的人？但是药狱的医师向来眼高于顶，其医治被4国争相招揽，怎会来到这种穷乡僻壤？不知姑娘师承何人，竟有如此高超的医术？师傅他老人家早就驾鹤西去了，我也只学了个皮毛。倘若他老人家还在，公子身上的伤痊愈的会更快的。莫玉眼看着他的表情，眉头微微的皱起。他看起来不像是说谎，难不成自己想多了？但是他这一身医术，在哪里都可以讨口饭吃，怎会如此穷酸？自己刚刚给了他那么多银子，他还穿得破破烂烂，好似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善。我先回去了，不然家里人要担心了。文熙将洞口的痕迹处理好，背起了背篓往山下走，还没走到半山腰，突然听到许多人的脚步声，听步伐不像是村里的村民，难不成那个男人的仇家找来了？他屏住呼吸，躲在一棵大树后面。不消半盏茶，就见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急匆匆地往山上赶。坏了，
还真是愁下来了。怎么办？帮还是不帮啊？看着这几个人身形步伐如此之快，想必都是内力极其高深的，自己贸贸然闯过去就是白白送人头。但若是不去，好不容易救回来的人万一遇到不测，我的功夫不就白费了？思来想去，心下一横，算了，好歹拿了人家那么多银子，若是需要帮忙也能保住他的性命，不然长那么帅死了可惜了。文熙将背篓收进空间，猫着腰，借助灌木遮挡，快速向山上走去。这几个人的脚程极快，若不是这段时间有灵泉滋养，自己定然是跟不上的。好不容易走到洞口，文熙以为能看到短兵相接的画面，没想到刚刚的黑衣人齐刷刷地跪了一排。主子，属下来迟，还请主子责罚。无妨，此次遭了算计，幸得医者相救，已无碍。不过大荣犯我边界，此事必要向皇上汇报。安逸，速回京城，向皇兄复命。皇兄？文熙躲在洞口，将里面听了个明明白白。叫皇上皇兄，他定然是个王爷了。没想到我这顺手一捞，竟然救了个王爷。主子，您何时回京？有一些不长眼睛的已经被弟兄们拿下了。本王处理一些事情，不日即将回京。主子说您得了医者救治，若让心怀不轨的人知道您受了伤，恐怕会有麻烦。要不要给他？暗二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文熙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觉得怒气直冲天灵盖。姑奶奶辛辛苦苦救你，还给你炼制药丸，虽然有想让你帮忙打广告的意思，但那也是实实在在的高级药丸啊，整个东辰国都不一定有，毕竟这些100年份的珍稀药材可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。还没等他怒气值继续上涨，就听里面传来低低的笑声，说道：不必了，还是个孩子。哼，算你有良心。他暗暗地记下了刚刚想取他性命那个人的长相。本姑娘记住你了，天道有轮回，别犯在我手里。不过说谁是孩子呢？见他没有危险，文熙就想离开，只是没想到蹲得太久了，腿早就麻了，一跟头就摔在了旁边的草堆上。谁？一个黑影从山洞里窜出来。文熙见状，赶紧用意念闪身进入空间，暗二出来转了一圈，连个活物都没见到。明明听到有声音，人哪儿去了？若不会凭空消失，就只能说明此人功力深不可测，在这里所有人之上，在东辰国武功超过主子的。暗二越想，眉头皱得越深，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山洞。文熙怕暗二又杀回来，在空间里躲了一会儿，待他到家，天色已经彻底的暗了。他爹，希儿还没回来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在家里等着，我上山看看。爹娘，我回来啦！爹娘，你们看我挖到什么啦？文康和林慧听见女儿的声音，赶紧来到院子。文熙正在背篓里翻找什么。希儿啊，以后下午还是不要去后山了，这么晚回来实在太危险了。你爹说晚上后山有野兽，万一伤了你怎么办呢？你娘说的对，况且你一个女儿家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你们看我挖到什么了？两人闻声望去，这是……嘘，小心隔墙有耳。他手中拿着的赫然是一株人参，我在后山挖到的。今天手里的工具不齐全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下次我把工具都带好，就不会再这么晚回来了。他知道天黑才回来，自己的爹娘必然不会再让他去后山了，所以提前在空间里拿出了一株人参，特意挑了一株几十年的。若是将100年人参拿出来，怕他们二人吓晕过去。可是林慧文康还想再劝劝，等明天一早我就去镇子上将这株人参卖了，想必可以换不少银子。到时候咱们家把房子翻新吧。翻新房子？这么大的房子院子，若是翻新，那得多少银子？用它换银子肯定够了。这时候院外又传来一阵敲门声，应该是福来布庄的伙计来送布的。文大年和刘氏听到声响走出来，看着一匹一匹漂亮的布送进院子，心底的震惊简直无以言表。听文熙说是一回事，亲眼看见又是另一回事，真没想到自己的孙女儿竟然有这样的本事。姑娘，布匹已经全部送到，
这是我们掌柜额外送姑娘的。伙计拿出一匹颜色鲜亮的绢布，说道：掌柜的说，县城里的人家喜欢这种样式，让您一定要收下。帮我谢过掌柜的。这料子真软呐。娘，女儿的女红您是知道的，实在是拿不出手，所以咱们家几口人的衣服都需要您来做了。好，交给娘，你娘自己忙不过来，我身子骨还行，可以帮着你娘做。吃过晚饭没一会儿，文家人就睡下了。见几人睡得熟，文熙便闪进空间，想看看今天泡的种子有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时，只见原本干瘪的种子变得十分的饱满，甚至比自己今日在镇上买的新鲜种子还要好。这种品相绝对可以种出东西。西域的种子想必是某种水果吧。来这里这么久，除了山上的野果子，他就没吃到水果，即便是镇子上也没见过卖水果的摊贩，大多都是从山里采的野果子，十分的酸涩。忙完这边，他又去药田里转了一圈，药材的长势也很好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实现首富的愿望不再是梦。有了这个空间，我的人生不就相当于开挂了？这就是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金手指吧。文熙来到镇上，直奔百草堂。王掌柜已经恭候多时了。自从见识了文熙的医术，他再也不敢将文熙当成来药堂送药的乡下姑娘。他敢断定，文熙的医术定在自己之上。文姑娘，老朽已等候多时了。王掌柜客气了。里面请。前来百草堂看病的患者很少见到王掌柜如此的热情。百草堂虽是开在镇子上的药堂，但王掌柜医术高明，这是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事情，甚至一些县城里的人都会专门来找王掌柜看病。没想到王掌柜竟对一个小姑娘如此态度，可以说得上是恭敬和谄媚。刚到内室，文熙便将背篓递给他，里面是一层草药，底下放着几个瓷瓶。看到自己盼了一早上的药丸被这样随意的对待，王掌柜心有余悸，若是打碎了可怎么办？这是文姑娘，这是人参啊，少说也有50年了，怎么就这样随意堆放在这里呀？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呀！文熙只是笑笑，这是他空间里为数不多的低年份的药材，过100年的人参都有好几株。王掌柜，不知道这株人参能换多少银子啊？这株人参在咱们镇上最少可以卖到500两，老夫不能骗你，若是去县城卖，大概能卖上600两。文熙点点头，王掌柜说得很实在，去县城肯定可以卖更高的价钱，但是县城距离这里太远，而且刚刚跟百草堂达成合作，有这种好东西，他自然要优先考虑王掌柜。百草堂最近确实需要人参，若是文姑娘愿意割爱，老夫可以出到550两，如何？这株人参在镇上最多可以卖到600两，他也要给自己留点利润空间。可以，我今天带人参来，就是想卖给您的。如此，便谢过文姑娘了。背篓里的其他药材不值什么钱，文熙直接送给百草堂了，再加上药丸的钱，一共结算了635两。有了这些银子，盖完房子还可以剩余很多。眼看就要换季了，再不开始盖房子，只怕入冬就住不进去了。住在现在的房子里，怕是要冻死人。只是一旦开始翻盖房子，自己家赚了钱的事情，他是藏不住了。百草堂内，主子，您这药丸从哪里得来的？王掌柜震惊地看着躺在自己手心的药丸，诧异地说：此等药丸，整个东陈国都找不出第2颗，炼制此药丸的药材均为100年根的珍稀药材。你说百草堂也收了一批药丸？是的，只是跟您手中的相比，是上不得台面的，但是已经比大多数的药丸功效更好，价格也便宜很多。昨天刚刚收的药丸，百草堂都不用怎么宣传，伤寒药丸就被一抢而空。滋补药丸，百草堂定价20两，只一会儿就卖空了。若是能再多一些就好了，这完全不够卖啊！尤其是滋补药丸，百草堂刚刚放出风声，镇上的富商就纷纷过来了。有一些脚步慢了没有买到，便将后面几天的都预定好了。毕竟这种可以让人健康长寿的药丸，谁会拒绝呢？昨天一天，百草堂药丸的净利润就达到了100两。若是每天可以多提供一些，一定可以赚更多。
你说提供药丸的是一个10岁出头的姑娘？是的，而且看起来很穷。整日穿着那件带着补丁的衣服，莫玉眼心下了然，就是那个丫头。嘴角不由得向上扬起。看来还真的不能小瞧她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王掌柜出去后，莫玉眼拿出那个瓷瓶，用指腹轻轻的摩擦。整个东城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丸，难不成那个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丫头真是药域的人？若真是药域中人，她怎么会来这里？莫玉眼不知道，她正在琢磨的小姑娘已经迈进了百草厅的大门了。哎呦，小左左，你可来了！王掌柜刚从楼上下来，就见文熙进来，赶忙迎上去。药丸已经没有了，就等着你呢。文熙来到里间，将背篓递给他，瓷瓶一如昨日散落在背篓里。嘿嘿，文姑娘，那药丸可不可以每日多提供一些？实在是不够卖呀。这样吧，伤寒药丸每日80颗，滋补药丸每日10颗，再多就做不完了。药丸是可以要多少有多少，但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谁都懂，贸然提供大量药丸便不值钱了。好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王掌柜喜不自胜，药丸量增加了，百草堂的收入就更多。在这样一个边陲小镇，每日能收入几百两也是十分的难得了。文熙算了一下，加上之前的2000两，他一共有不到2700两，盖房子买地都足够了。至于他后面规划所需要的大笔银子，自然可以慢慢的赚。他可不能只卖点药丸，他要把现代的美食都搬到这里，要东陈国上下各个郡县城池都开上自己的店铺。作为掌握着上下5000年文明的现代人，若是不做个首富，都对不起祖国母亲的教育。这2000多两就算是他的启动资金吧。离开百草堂，文熙来到福来布庄，赵福来一见文熙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文姑娘，您来了。织布坊昨儿把按照您给的花样做出的布匹送来了，您看看。小厮拿出3匹布，都是按照他给的样式做的。这些花都是波斯那边才会有的品种，东陈国自然是没有的。所以当他画出这些花样的时候，赵福来才会惊为天人。多亏了文姑娘提供的这些花样，赵某的布庄终于可以起死回生了。一会儿我就把这些布匹挂出去卖。赵掌柜，这些布我们不卖。不卖？对，不卖，我们送。送？赵福来只觉得自己是幻听了，这么好的布竟然要送。对，从今以后咱们布庄实行会员制，只有会员可以得到免费的布，而且后面我会给你更多的花样和织染方式，也只有会员才可以买到这些布。赵福来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神奇的生意方式。会员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简单的说就是充值，在咱们店充值50两银子就可以免费得1匹布，100两可以得2匹，150两可以得3匹。当然每个单位会员的折扣也是不一样的。折扣又是什么？前面的赵福来听懂了，但是折扣他又听不明白了。就是给客户优惠，50两会员的9折，1两银子收9钱，就是9折；100两的会员8折，150两的会员7折。文熙详细的解释后，赵福来总算听明白了。这样新奇的经营模式他闻所未闻，若是贸然尝试，罢了。我这布庄若没有文姑娘帮忙，恐怕很快就要倒闭了。也许文姑娘就是上天给我派来的福星呢。好，赵掌柜不必着急着今日就出手，毕竟没有准备，也许会造成反效果。您可以让人将这些布做成成衣，令夫人穿出去，便是最好的宣传。我今日便让店里的裁缝裁制出成衣。既然如此，我便静候赵掌柜佳音了。文姑娘，小厮跑到跟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可算是找到您了，掌柜的，请您赶紧回去一趟。”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李家的人找来了。李家？什么李家？文熙思索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来，
前几日救治的那位李家小公子，点头说道：好。回到百草堂，就见一位身穿锦缎的中年男子正坐着跟王掌柜说着什么，眼底尽是焦急的神色。对面坐着一位貌美的妇人，也是穿着华丽，但眼底疲惫之色令他有些憔悴。王掌柜，您说的那位小神医，他什么时候能来啊？我夫妇二人昨夜归家，今日小儿突然高烧不止，又听管家汇报，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现在只有您说的那位小神医能治疗我儿的病了。员外莫急，老夫已派人前去寻人，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来了，文姑娘，这位是李家的家主李员外。李员外夫妇急忙上前，当看到小神医竟是这么小的姑娘时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尽管从管家的口中听说救治自己儿子的神医是位年纪不大的姑娘，他们也没有想到竟是个10岁出头的小村姑。李员外尽管放心，文姑娘虽然年纪小，但医术远在老朽之上。那日令郎性命危急之时，多亏文姑娘出手相救啊。王掌柜过誉了。李员外，您能说一下令公子的病情吗？小儿今日一早还好好的，结果吃过早饭后突然高烧不退，把吃下去的早饭全吐出来了。我二人出来的时候，小儿已陷入昏迷。小神医可否跟我二人回府，帮小儿诊治一番？可以。文熙心中有了计较，果然是再次投毒了。上次治疗时，他便发现李家公子所中之毒甚是霸道，目的便是短时间之内取其性命。于是便在治疗之时留了个心眼儿，趁其他人不注意，将他特制的骨针埋入脚下。这骨针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，甚至不会被察觉。不过一旦有毒物进入身体，就会触发这根骨针，继而出现李家小公子的这些症状。文熙刚随着李员外离开，楼上的雅间里，莫玉眼便派暗卫跟了上去。刚刚楼下发生的一切，他尽数听在耳中。救了本王，又解了李家公子的毒，小小年纪，本事倒不小。端着茶杯未喝一口，发觉手中的茶已经渐渐的变冷，更没了喝下去的兴致。随从见主子将茶杯倒扣在桌子上，马上吩咐下人上菜，但莫玉言仅吃了2口就放下筷子。自从离开山洞，这几日都没什么胃口。他向来有挑嘴的毛病，但是以往行军打仗，他也是有什么吃什么。不过自从那日吃了文熙做的红烧猪脚，他竟发现好像那道菜可以入口，甚至这几日有点想念。想起那道菜，再看看桌子上的，顿时没了吃下去的欲望。撤下去吧。他靠在椅子上淡淡地说。可是主子，您的伤还没好。无碍。莫玉眼摆摆手，身上的伤他心中有数，已经结痂了，不日便能好起来。这次的伤貌似好得格外快些，若是唯一的变数，那就是那个小丫头了。难不成她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伤口快速愈合？文熙一路上打了好几个喷嚏，心里忍不住嘀咕：谁在背后讲究我？小神医，你可知小儿的病有治疗之法吗？夫人不要担心，令郎的病我可以治。根本不是病，而是毒。只是这些话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。真的吗？老爷，您看，这儿有救了。小神医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骨针对毒药的毒性有极强的判断力，且对中毒的程度有一定的反应。李家公子中毒不深，所以才会是这种轻微的反应。若是中毒颇深，只怕是要吐血了。您若是能治好彻儿，无论多少诊金，我们李家都不会有二话。日后但凡有用得到我李家的地方，您说话就成。前几日您治好我儿，我们夫妇二人还未前去拜谢。员外言重了，医者父母心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啊？到了李府，一问才知道，刚刚李家小公子咳血了。文熙一听，便知道这毒已经开始游走全身，直逼肺腑。员外，赶紧带我去令公子房间，要快！推门进去，文熙便闻到了一股血腥味。你们都出去，把门关上，没听到我的声音不许进来。
任何人都不能进来。小神医，彻儿就拜托您了。带众人出去，文熙从空间里取出灵泉水给他服下，将手搭在脉上。竟是如此，好狠毒的心啊！竟将如此恶毒的毒药用在一个孩子身上。此毒名叫7日散，就是从中毒之日起7天之内，中毒之人的内脏便会被毒素逐渐侵蚀，全部化成血水，外在却看不出异样，只会一直昏睡不醒。若不是之前我在他体内种下蛊针，想必这李家公子会在昏睡中被人了结性命。到底是多么深的仇怨，对一个孩子下此狠手。如今毒素已经流向周身，只能利用银针将毒素转移到他的手臂，再用刀化开，将毒血放出来，直到将毒血全部清除干净。遇到我，算你命大。小神医，彻儿他无碍了，马上就要醒了。彻儿，只见李文彻缓缓地睁开眼。娘，他声音有些虚弱，但意识十分的清醒。娘在这儿，娘在这儿。小神医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李府上下时刻感恩在心。员外客气了，只是有一件事，员外需要知晓。何事？您但说无妨。令公子的病，严格来说不是病，而是毒。这2次，令公子都是中毒，且皆为极其霸道致命的毒药。想必是有人恨极了他，或者说恨极了李府。令公子是早饭时间中毒，可见下毒之人应该在这宅院之中，或者在早上时候进入府内的外人。老爷，今日并无外人入府，昨日您和夫人回来后，府内就闭刻不见了。我知道了。李员外皱着眉，心下便有了计较。老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可怜我的彻儿，小小的年纪就经历了2次暗算。看来两人已经猜到是谁做的了，但是李员外明显不想严惩。你家公子身体受损严重，这个药丸要连续服用1个月，每日1颗即可。好的好的。小神医，今日匆忙，未备礼品，这是我早就让人备好的1000两银票，还请您笑纳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贵府公子只要按照我说的方子调理，定会身体康健。只是他现在极为虚弱，再受不得半点伤，所以公子的一应饮食要万分小心。实际上文熙就是在提醒他小心有人再次下毒。多谢，这药丸的银子去账房支取一下，给小神医送到马车上。是，小神医，这药丸是多少钱银啊？1颗药丸20两，30颗共计600两。这些吃完了，若是还想再吃1个疗程的话，便去百草堂直接购买也可。拿着1600两的银票，李员外又专程命人用马车将他送回去。马车摇摇晃晃，他竟然有些困意。只是这困意还未持续多久，就被马车一个急刹晃得一干二净。温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马上就到大牛村了，路上突然冲出一只大白狗，嘴里还叼着一只小狗。狗？文熙撩开车帘望去，就被自己见到的生物狠狠地震慑到了。这哪是什么狗，这分明是一头狼，还是一头雪狼王。只见他浑身上下通体雪白，毛发光滑如锦缎，在日光的映照下泛着淡淡的银光，一双湛蓝色的双眼深邃如海。狼是这个世界上比较神秘的物种，也是他前世最喜欢的动物之一。它们智慧且高贵。眼前这头雪狼王受了明显的伤，能看见腹部的银白色毛发已经被鲜血染红，还不停地往下滴着血水。他的口中叼着一只小雪狼王的幼崽，能看得出来这只幼崽刚出生不久，眼睛都没有睁开。温姑娘，我们还是走吧，这狗看起来挺凶的。等等，我在这里便下车了，前面就是大牛村，你先回去吧。可是温姑娘，这大狗……什么狗啊？这是狼。没关系，你先回去吧。马车走远，一人一狼就在路边对视着，幸而没有路人经过，不然肯定觉得文熙是个傻子。文熙此时也觉得自己像个精神病，怎么就感觉自己能收服这头雪狼王呢？我没有恶意，我知道你受伤了，你的孩子也病了，我可以帮你。文熙用意念在空间中取出了几滴灵泉水，放在手中。虽然只有几滴，但是狼的嗅觉极其的敏锐，顿时对文熙的敌意便卸下了不少。跟我走吗？我帮你找个地方养伤。始终跟在文熙身边的暗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。自从文熙下车，他就做好了跟狼搏命的准备。这可是雪狼啊，狼中之王，战斗力极强，以他一人之力不一定能打得过这头雪狼。
没想到这文姑娘竟然一步一步地朝着雪狼走过去。姑奶奶，你不要命，我还要命呢！她真想转身就走，但是主子让她跟着文姑娘，最起码要保证她的安全。眼瞧着文熙距离雪狼越来越近，她把手放在刀柄上，随时准备出手。就在她马上暴露时，只见文熙已经将手放在雪狼王的头上，甚至还轻轻地抚摸了几下。我梦不是在做梦，还是眼前的雪狼是假的？怎么跟个大狗一样，任由人类抚摸呀？文熙趁机将灵泉水送进狼口里一些，雪狼王的眼中凶光彻底消失。这个人类的味道好好闻呐，怎么有点想要接近呢？雪狼王将高昂的头颅低下，蹭了蹭文熙的手，意思是那个水再来点。但是这一幕看在暗卫的眼里，这雪狼明显就是在求抚摸、求关注啊。这个地方人来人往的不安全，我带你去后山，那里可以让你们养伤。雪狼似是听懂了他的意思，毛茸茸的大尾巴朝着自己的后背扫了扫，文熙便直接跳到他的身上。雪狼王仰天长啸一声，整个身子宛如闪电，飞快地窜了出去。那速度，文熙只觉得自己的脸被风刮得生疼，这不比汽车还快上许多。还没等暗卫反应过来，文熙和雪狼王都不见了身影。文熙带着雪狼王来到墨玉眼养伤的山洞，这里比较隐蔽，你们就在这里吧。雪狼王似是听懂了他的话，找了个地方便蹲了下来，把口中的幼崽轻轻地放在柔软的稻草上。文熙走到他的身边，从空间里拿出装满了灵泉水的水盆。喝吧。雪狼王闻到这个味道，眼睛一亮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文熙从空间拿出针筒，轻轻地抱起幼崽，一点一点将灵泉水送进了幼崽的口中。喝下几口，文熙就能清晰地感受到怀中幼崽的变化。原本微弱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，心跳也十分有力。这应该是胎里不足吧？雪狼王基本都是单胎，成活率又不高，这也是为什么雪狼王极其稀少的原因。这个村镇本就贫瘠，雪狼王的食物定然不充沛，对于怀孕的雪狼王来说，必须要有充足的营养才能诞下小雪狼王。若食不果腹，不可能会产下健康的幼崽。雪狼王舔了舔自己的孩子，感受到他的生命力，望向文熙的眼中充满了感激。我要回家了。文熙将在镇子上买的鸡留给他一只，虽然这对雪狼王来说不足以果腹，但文熙并不想圈养它。狼就是要有野性才好，以雪狼王的能力，尽管受了伤，但是猎食一些野味是没有问题的。沿着山路往下走，一路上有不少的野果，文熙摘了一些打打牙祭。不过这些果子是酸涩无比，仅咬了几口便扔掉了。啊，什么时候能吃到好吃的水果呢？还没等他多想，直接原地消失，竟被空间召唤了进来。怎么回事？空间好好的，怎么会？文熙还纳闷儿，空间怎么会召唤他？没想到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只见原本只有几亩的药田的农田，竟然扩大了10几倍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灵泉水连接的水塘一分为二，专门开辟出一个鱼塘，用灵泉水养出的鱼虾，可想而知味道会有多鲜美。药田和农田的作物成长速度也变得极快，原本以为要很久才能发芽的水稻，现在已经长得很高，就连之前一直都没有动静的胡瓜都发了芽。最让他惊喜的是，西域的种子竟然发芽了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有水果吃了？